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时间过得很快，3天时间转眼即到。睡前的我准备刷回短视频睡觉，而熟悉的画面袭来，我意识一黑。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我居然趴在课桌上。是的，没错，就是高中校园里那种单人课桌。我看向了讲台，居然站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老师，而我周围也都坐着穿着校服的同学，脸色都很白，神情木讷，现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讲台。不过我又发现几位和我一样没有穿着校服的同学，看来也是玩家，甚至我都看到有2位玩家脸上无法掩饰的恐惧。我把眼神收了回来，现在情况未明，不打草惊蛇是最好的选择。上课铃突然响起，这个课堂像是突然被注入活力一样，老师缓缓地转过身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嘴被缝住了，根本张不开。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身上诡异地响起，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的课堂，在我的课堂上就要遵守课堂规则，不然老师就要惩罚不听话的差生了呢。没想到老师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然后努力微笑地说，今天我们班上来了6名新同学，让我们大家欢迎他们做个自我介绍。闻言，台下穿着校服的学生们都二话不说机械地开始鼓掌，鼓得十分整齐。大家好，我叫夏瑶。见状，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快速地说了一句自我介绍，而其他玩家也是如此，纷纷介绍了自己。最后老师点了点头，似是很满意一样，开始了上课。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他之前诡异话语中一闪而过的课堂规则，拼命搜索了一下我早已远去的高中记忆。课堂规则都有哪些啊？比如基本的不能交头接耳，不能打瞌睡。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违反课堂规则很有可能触发老师杀机，我还是得尽快从这所学校里逃出去。陆天天，老师一声近乎怒气值破表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是一个浑身战栗、身材微胖的女生。听到老师的怒吼，她颤抖着站起来。老师，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要在课堂上发出声音。看来你是不能好好听话了。科班长，你来帮老师处理不听话的学生吧。紧接着，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老师校服的一脸惨白的男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陆天天走去。而我明显地看到陆天天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就在下一秒，被唤作科班长的男生伸手直接掐断了陆天天的脖子。周围穿校服的同学却依然面不改色，一动不动。科班长抽回了手，又慢悠悠地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好。很好，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接下来开始课堂提问。老师似乎是欣慰地看了科班长一眼。提问？我想了想，这应该是这一关给我们的考验吧。而且根据一般的课堂规则，我们不能对老师的提问坐视不理，否则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作破坏课堂规则的。潇潇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正想着，就看到老师的眼神投向了一个女玩家，几乎是话音刚落的一瞬间，我明显的看到潇潇脸上瞬间气色全无，整个人哆哆嗦嗦的站了起来。看来他还没有慌到忘记规则。很好，萧同学，请问如果你和其他2个人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断了吃喝3天，但只有你知道会有好心人送来食物，食物只够2个人吃，你要怎么分配？老师沙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教室里显得万分诡异。潇潇一时语塞，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滑落，他甚至焦急地看向周围的玩家，像极了上学的时候被提问不知道答案求助同桌的场景。但是现在答不上来是要命的呀。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那么简单，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答案。分成3份。潇潇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很抱歉，回答错误。萧同学，你还有一次机会。老师露出一副早就知道你答不对的表情，而且还有一闪而过的嗜血和兴奋。听到老师的话，潇潇吓得直接瘫软在座位上，他本就吓得惨白的脸更是血色全无，他全身都在发抖，根本不敢再抬头与老师直视，更不要说继续回答问题。萧同学好像不太尊重老师呢。同学们，你们说该怎么罚呢？老师那被封住的嘴又开始试图露出微笑，此时他似乎颇为兴奋。杀！突然，所有穿着老师校服的同学都用一种冷漠的语调机械地回复着老师的话。好，既然如此，那老师就听从大家的意见，亲自处罚你。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潇潇慌地摔倒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可是这并不能阻拦正在向他不断飞速前进的老师。几乎只有几秒的时间，老师便是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见状，我不忍再看，把头扭了回去，只听得空气中潇潇戛然而止的声音。难道这是必死局？不回答问题是死，回答问题错误也是死。我不仅要逃离这个班级，还要逃出这所学校，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书接上文，我已经从教室逃到了教师宿舍，找到了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画了。解开了密码，我发现里面放的是一个银质沙漏，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先拿着吧。搜寻一圈无果之后，我直接去了后面3间宿舍，连张纸都没有，只有厚厚的灰尘。这里仿佛像是很多年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感叹了一下，这里当年是发生过多大的灾难啊！为了加快搜索进度，我回到了楼道中，正要往第2层走时，我听到楼上传来剩下4个玩家说话的声音，但我暂时不想与他们碰面，我加快了去往2楼的步伐。当然还是用滑的，因为这种校园逃生让我联想到校园7大恐怖传说中的第13阶台阶。我不知道的是，沈岩4人在去往3楼时却选择了走楼梯，走在前面的3人在一脚踏上楼梯的时候，都开始嘴里默默地念着1、2、3，而走在最后的气允见此，收回了差点踏上楼梯的脚步，行走如提线木偶般的3人。当他们数到13时，一道黑光闪过，3人皆是掉入一道突然出现的缝隙之中。此时的我正站在2楼平台上，空旷的楼梯间传来了几声惨叫，就又恢复了平静。是沈岩他们，看来他们选择了走楼梯，应该是我的猜测对了。这楼梯真的有古怪。下课了，2楼也都是宿舍，不过我看到2楼的宿舍外观都是被烧焦的样子，
黑漆漆的门框，似乎风一吹就会裂开。这学校当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推开了第一间宿舍，这是一个4人间，床只剩下被烧得乌黑的支架，整个宿舍一眼扫过去空空荡荡的。我猜测这里是学生宿舍，只是为什么学生宿舍是被大火烧毁，而教师宿舍却只是积灰，但是并无大碍。想必当年学生宿舍恐怕发生过什么。我又仔细地搜了一遍，确认这间宿舍真的没东西后，我就想去别的宿舍瞅瞅。刚走到门口，发现门外站着个男人，我满眼戒备，他居然扑哧一声轻笑了出来。怎么就剩你一个了？其他人呢？似乎并不意外我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都死了。好吧，还真是言简意赅。我转头又看了一眼宿舍，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物品了，只有被烧得黑乎乎的墙面和床架。等等，墙面！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始仔细检查墙面。我在其中一张下铺床的旁边那面墙上成功敲下来不少黑灰，这上面竟然用小刀刻着什么，一笔一画极深，似乎饱含了无数怨恨。我艰难地变换方向地辨认着自己，终于从无数的划痕里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欺负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校园暴力。我将结果告诉了戚允，很明显，从他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也没有多意外。就在我们走向楼梯间的路上，下课铃又响了，这是第4次下课铃响了，这意味着学生们放学了呀。放学了，他们大概率会回到宿舍来，而下课时间我们也无法进入楼道。此时的楼梯间早已经化作光秃秃的墙面了，只有最后10分钟了，10分钟想不到新的出路，我们就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了。我拼命地想着一路的线索，只有一个时间的尽头和找到的银质沙漏，但是我还没弄清楚它的意义。时间一点点流逝，我能感觉到戚允也开始紧张，怎么办？要来不及了，实在没有思路之后，我把我的线索快速地和戚允分享了一下。过了大概10几秒后，我和他互相对视一眼，竟异口同声地说：沙漏。是啊，我怎么一直忽略了游戏早就给予我的道具，时间的尽头就是利用沙漏倒流回到过去的意思。回到时间的尽头就是回到过去，并让玩家阻止校园暴力的发生。我已经听到楼上开始传来推搡打闹的声音，刻不容缓。我将沙漏倒过来，随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飘落到下方，我看到周围的景象在一点点变化，被烧毁的宿舍在一点点翻新，直到景象完全稳定下来。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戚允突然拉着我躲到了寝室隔壁的厕所间。我刚想出声询问，就听到远处传来喧闹声，而且正在不断接近。那是3个女高中生。我看到一个神情张扬、绑着高马尾的一个女孩走在最前面，她一边兴奋地和其他人说些什么，一边打开了我和戚允刚刚进去的那间宿舍的门。等他们全都进去以后，我和戚允偷摸着出来，我决定轻靠在宿舍门上窃听，而戚允在外放风。弄弄，你说那个小狐狸精这次还能折腾得起来吗？我听到宿舍里传来一个带着咬牙切齿怨恨的声音。哎呀，学姐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学校论坛上挂了他3天3夜，一定能让他彻底发烂发臭。一个女生轻蔑地笑了一声，剩下一个人也在附和着他们的计策。3人一边讨论一边放肆地笑，甚至有很多内容异常狠毒。这哪里是普通的校园暴力，分明就是网暴。我的心都被揪到一块了。当年的受害者该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绝望啊！我直起身子，把情况简单的和戚允说了一遍后，他轻声对我说：去楼下看看。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过去，这里还是一所正常的学校，应该没有那么多生死危机。我们轻而易举地下到了1楼，我愕然地发现，这里是汇集了无数学生的小广场，似乎小广场中央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戚允挤到前方，才看到这里是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10几张日记。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像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暗恋日记。日记末尾处的署名被人恶意用红圈圈了出来，安晴。看来这也是校园暴力的一环。我听到周围同学的议论纷纷，才知道安晴的暗恋对象竟是校草，而她本人是个相貌平平无奇，所以不少同学都是咒骂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年少的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出口可以伤人，一个个脸上都是一副正义的神情。这个安晴是不是论坛上被爆出被包养的那个安晴？我听到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假装刻意惊讶的询问声。我寻找声音的来源，是刚刚那间宿舍里的其中一人。我看到不少学生掏出手机，然后更加义愤填膺地在底下评论，不堪入耳的话纷至沓来。就在我气愤不已想要替他们爸妈管教一下这些熊孩子时，几名老师来了，他们驱赶了在这里胡闹的学生们，然后撕下了公告栏上的日记。但是我听到他们在端详日记的时候，嘴里分明说着花样年华非要自甘堕落，竟到处惹是生非。这所学校的老师竟如此的不顾流言之威，以个人主观臆断一个女学生的清白吗？越想越气，这所学校里恐怕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人了。我要回到宿舍去找那3个女学生算账。意外的是，戚允拦住了我。你以为我们真的回到了过去吗？安晴自始至终都只是活在别人的言语中，你有真的看到过她的样子吗？甚至你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只是一栋楼吗？宿舍和教室为什么放在一起吗？戚允的话语连环击中我的心。是啊，我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煽动了情绪呢？话刚说完，却看到楼外又聚集起了一堆人，老师、学生，甚至还有消防员和救护车，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以一个诡异的角度仰着头。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就是每个人都在直勾勾的看着上面。我顺着他们的眼神往上看，这栋楼的楼顶处站着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孩。原本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身白裙，但是她似乎感觉到我们的视线之后，竟微微偏头，露出了她的面容。她长着点点雀斑，也不算很白。此时她正在阴恻恻地看着我俩，露出一个难以莫测的笑容。我吓得低下了头。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声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女孩跳楼了。随之而来的是楼底下的人的头刷刷地变化了角度，朝着我和戚允看来。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渴望，以及闪动着嗜血的兴奋，似乎是想立即扑上来将我们撕碎。我吓得后退几步，忽然一个空灵美好的声音响起，果然多少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呢？吃，你们也留下来陪我吧。
说到最后，整栋楼都在回想着最后几个字，刺耳尖锐到让人耳膜不舒服。这栋楼，安晴幻化成了这栋楼。这里不是学校，而是安晴的内心，所以一切的设施都是按照她的内心来幻化的。一直没有动静的戚允像是想通了什么一样突然出声。戚允的话点醒了我，难怪这所学校的设施安排如此诡异，每个楼层的毁坏程度不一样，原来是怨恨程度不一样。安晴按照自己的内心把老师同学都安排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她的报复可能不止于毁了学校，而是要永远禁锢着他们。要找到这栋楼里的生路，可能就要找到安晴内心里的最后的柔软。思及至此，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安晴的床铺旁那面墙，可能生路是被隐藏在墙面里。我们快速向2楼的宿舍跑去，那些人现在暴露出了真实模样，一个个都是灰白皮肤，身体僵硬，却又快速向我们逼近，嘴里还有撕扯怒吼的声音。一时间，2楼的楼梯间人满为患，戚允死死抵住了宿舍的门，墙上果然出现了一道门，只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墙上还幻化出了很多文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refuse 拒绝，对，是拒绝，拒绝校园暴力，拒绝网暴，拒绝冷眼旁观。我打开了门，拽上底门的戚允进入了门内，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次逃生。人脸解锁失败。凌晨3点，我听到我放在客厅充电的手机发出了语音提示，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习惯，睡前手机充电一定是放在客厅里。人脸解锁失败，我又一次听到了这个提示。为了更好地照顾80岁高龄并且有轻微老年痴呆的外婆，我的门一直是虚掩着的。开始，我以为我的手机出现故障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不是，因为我听到了人的喘息声，很轻，就那么一下。但我的耳朵还是清楚地捕捉到了。此刻，我心跳得很快，冷汗从我后背缓缓渗出。一个念头清晰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有人进入了我的家中，会是谁？贼吗？还是什么入室抢劫犯？不管是哪个，我都希望他能知难而退。家里根本没多少现金，所有的钱都在我的电子银行里，但很显然，他还在试图解锁我的手机。我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悄悄地扒在门边，探出头。这一瞬间，我瞪大了双眼，我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站在我放手机的桌子前，她探着头，弯着腰，身体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弧度，伸长脖子，而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人脸解锁失败的提示。我紧张的冷汗都出来了。她的头发很长，像杂草一样胡乱地堆在肩膀上，似乎很长时间都没有梳理过了。我家房子的门锁是防盗锁，走廊上没有监控，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这个女人到底是如何进来的？这时，我看到了厕所的门晃了一下，我感到了微弱的风。很显然，厕所的窗户没关，我们住的地方厕所的窗户对着外面的公用通道，那女人是从厕所爬进来的。外婆的房间就在我隔壁，我心里拼命祈祷着外婆不要起夜上厕所，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我听到了外婆下床的声音，女人伸着的脖子一下子缩了回来，她猛地扭过了头。我躲在门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女人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尖锐的刀。我是个平凡的记者，外婆又已经80岁了，我们根本打不过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而我的手机偏偏还在那女人面前。隔壁的门开了，我听到了外婆蹒跚的脚步声。漆黑中，她的视线不太好，很显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但她以为那是我。小右，你怎么大晚上穿着外面的鞋子啊？你刚下班回来吗？我听到了外婆的声音，我心里疯狂大喊着：外婆，那不是我，不要靠近她。外婆，快点回去。那女人动了，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到了脚步声。外婆终于意识到了那人不是我。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家房子里？外婆虽然有老年痴呆，但犯病的时间不固定，她有时候是清醒的。这一刻，她显然非常清醒。我焦急地死死攥紧拳头。外婆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那女人是拿着刀的，我必须立刻出去救外婆。但同时，我却发现自己懦弱的竟然迈不动脚步。强烈的恐惧让我只能缩在门后面。我外婆还在大声询问那女人是谁，但紧接着，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就这么一下，外面死一片的寂静，我的心脏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这时，我听到了外婆闷哼了一声，我的眼泪从眼里喷涌而出，我肩膀颤抖不已，紧紧地捂住嘴巴。我知道外婆被他杀害了。我蹲在地上，屏住呼吸，不要发现我，不要发现我。我不断地祈祷着，但上帝没有听见。我感觉到了门外传来了呼吸声，我抬头看见那女人的头从门缝里探了进来，她咧嘴笑着看着我，眼睛瞪得极为夸张，我能看见她眼里的红血丝如同蛛网一般。我惊恐地尖叫起来，女人朝我扑了过来，我感受到了一阵尖锐的疼痛。下一刻，我失去了意识，我猛地惊醒过来，桌上的闹钟刚好走向了3点。刚刚的一切难道是梦境？正当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时候，我听到了客厅传来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声音：人脸解锁失败。如果半夜家里客厅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被她发现就会被杀死，你和隔壁的外婆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猛地睁开眼，再一次回到了凌晨3点。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响起：人脸解锁失败。没错，这已经是第4次循环了。回想起王琴的女儿是我们附近中学的学生，一个乖巧的小姑娘，之前在学校总被欺负，但知道王琴非常辛苦，懂事的她从来没和妈妈讲过。结果再有一次被同学欺负后想不开跳楼了，欺负她的人家里都有钱有势，这件事被压了下来。我记得当时报道上写的是，由于母亲疏忽对女儿的心理辅导，导致女儿得了抑郁症，跳楼自杀。
小可跳楼的报道是经我手发表的。王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电话，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帮他女儿把事实报道出来。他要让全社会都知道小可真实的死因，他想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我走到门边，轻轻拔下了钥匙。这一次我动作缓慢无比，没有发出声音。王琴还在看手机，她没有发现我。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外婆的房间，锁上房门。我依旧让外婆躲在床下，我只希望这次外婆暂时不要清醒。我将手机充电，这一次一切似乎非常顺利。就在我充完电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客厅里响起了脚步声，显然在往我们所在的屋子靠近。依旧是熟悉的砸门声，门很快出现裂缝。王琴，对不起，放下刀吧，我会让所有人知道小可的真实死因，让那些伤害过她的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我颤抖着说道。王琴似乎愣在了原地，眼泪从她眼中流出。我只想要一个事实，一个真相，可那些害了她的人换了个学校，依旧过着潇洒的生活，而你明明知道真相，却为那些人隐瞒，你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我要杀了你们，让你们也尝一尝亲人死去的滋味。我的身体猛地一颤，我没想到我的话反而更加刺激到了王琴，他砸门的动作更快了。我拿着拐杖砸在他要开门的手上，只要再坚持几分钟，警察到了，我和外婆就能安全了。可王琴仿佛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她打开了门，我奋力的反抗，我听到了警察破门的声音，但是我们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此时，一个瘦小的身躯再次挡在了我的面前。你个坏人，我不允许你伤害我孙女。小佑别怕，外婆保护你。我抱着外婆，泪水早已糊满我全脸。从小我与外婆就相依为命，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她总会挡在我身前赶走他们，哪怕她患上了老年痴呆，哪怕我现在每天忙没有时间陪她，但每次我回到家，她看到我都是笑眯眯的。小佑，你回来了吗？我知道外婆就算得了老年痴呆，她一直都在努力记得我，哪怕我有时候对她发脾气，她也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警察把王琴制服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外婆回不来了。她闭上了眼，身体慢慢变凉。警察把我搀扶了起来，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我看着被制服的王琴，王琴，你想要的报道就在这个手机里。其实当时王琴打电话找到我的时候，小可跳楼的真相已经写好了，可主编的施压，我一个实习记者也左右不了什么。为了我的工作，我选择了沉默。我打开了写好的报道给王琴看，照片上是小可留下最后的一句话：妈妈，是我对不起你，你为了我这么辛苦，我爱你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看着王琴眼神逐渐崩溃，嚎啕大哭，我的心也揪了起来，因为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外婆。我咬了咬牙，在众人惊讶的眼中跑向阳台跳了出去。我再次回到了凌晨3点，我知道我赌对了，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王琴，那份没发出去的报道就在我的手机里，小可还给你留了一段话。王琴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我知道你想为小可报仇，但是小可她也不想你这么做。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把手机交给我，我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一定想知道小可最后跟你说了什么吧？我颤颤巍巍从王琴手上拿出手机，小佑，你回来了吗？外婆从卧室里出来，外婆，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你等会儿再出来好吗？我朝外婆微微一笑，看着外婆点头走进了房间。我转头看向王琴，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对不起，之前是我的错，我与外婆也是相依为命，因为我的懦弱，我没有发布这个消息，但是报道我已经写完了，你先看看好吗？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与王琴沟通，打开了那篇报道。我紧盯着王琴看手机时的神情，果然她看到最后那句话，丢下刀崩溃到嚎啕大哭。小可，妈妈的小可，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啊。我再次拿过手机，把那篇报道发了出去。你放心，很快大家都会知道小可的事情，伤害她的人会付出代价。王琴抬起头，她似乎慢慢平静了下来。我已经去过他们家了。警笛声传来，警察破门而入，王琴就一直低头坐在那里。我看着她被制服了，终于循环结束了。我冲进外婆的房间，看着好好的外婆笑眯眯地看向我。小佑，你忙完了吗？我紧紧抱住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了起来。深夜我刷视频，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我打了一大段话，骂了个爽后，对方却不说话了。他沉默半晌，缓缓打出一句话：嘿嘿，我现在就去杀了你。我刚想笑，微信却突然弹出一个完全陌生的头像，他发来的消息竟然是我家的地址定位。我的心咯噔一下，连忙回复：神经病，你他妈谁啊？对方却不再理睬我，我盯着手机许久不见回复，心情稍微平缓了一点，应该是巧合吧，也许只是发错人了而已。但突然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定位，居然还是自己的住址，属实让我心里有些发毛。一片漆黑的头像，没有备注，网名是一个骷髅头的表情，怪瘆人的。回忆许久，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人到底是谁，直接删了算了，按下确定键。我端起手机继续刷视频，刚点进一个美女的直播间，屏幕上方又弹出微信消息，我点进去一看，心里顿时一惊，又是这个熟悉的黑色头像。他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厢，没有开灯，黑乎乎的，只有正前方的 LED 滚动灯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我的目光瞬间被灯牌上的滚动字吸引住了。303路夜班，南江绿湖公园紫荆花苑小区。这趟夜班车的终点站正是我所居住的小区。什么意思？他要来我这里？我不是明明已经把他删掉了吗？心跳加速，我感到事情的不对。这时我的余光注意到一处细节，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拍照者的半截手，虽然光线很暗，但依然能依稀辨认出有个长条形的东西被他握在手里。下一秒看清后，我后背冒出了冷汗，那是一把刀。我去你大爷的！你他妈谁啊？你到底想干嘛？我吼着脏话，连文字带语音发出去好几条，对方却再次沉默。等了半天不见回复，我坐不住了，从被窝里爬起来，拨开窗台边的窗帘，朝楼下看了一眼。寂静的夜间马路，只有昏暗的路灯，别说是公交车了，连个人影都没有。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对方仅用一张黑漆巴糊的照片就把我吓成这样，实在是太蠢了。
可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迈步钻进厨房。我从厨具架上拿下一把菜刀，口中振振有词道：“你要真敢来，老子就叫你知道什么叫有去无回，谁怕谁！”就像听到我的话一样，手机叮咚一响，铃声弹出消息，又是这个黑色头像。他再次发来一张照片，仍然是那个昏暗的公交车厢，镜头正对着滚动子灯牌，再有3站就到紫荆花苑了。他离我越来越近了，妈的，还真是个疯子！我的心猛地吊起来，2步窜到客厅，把大门反锁上，然后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吗？我要报警，有人要杀我，他在来的路上了，手里还拿着一把刀。这种情况我们算作恐吓威胁处理，你关紧门窗，保护好自身安全。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会出警对其抓捕。听筒里接警员沉稳的声音，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恐慌。随后，接警员记录下来我的所在地址，并让我添加安警官的微信，把嫌疑人恐吓威胁的聊天记录发给他，以作证据。小兄弟不要怕，他要是真敢来，我们5分钟之内就会赶到。添加了安警官的微信后，我第一时间就把黑头像发我的消息全部转发过去，包括他本人的微信号，总共就是这些。麻烦安警官了。几秒后，对方却发来几个问号，并说：“你什么都没发呀？”啊！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连忙又截了几张图，转发了他的所有消息过去。可安警官的回复让我坠入了绝望，我什么都没收到，微信号也查无此人。什么情况？为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和截图都没办法发送给别人？我反复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一样。安警官发来他那边的界面截图，确实只有我的对话气泡，就好有一张无形的网，把黑色头像有关的信息全部过滤隔绝了。如果说刚刚只是害怕被杀，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对超自然情况的恐惧了。妈的，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仅删都删不掉，连截图都发不出去。我的睡衣被冷汗浸湿，止不住的给安警官发送消息，想说明现在奇怪的情况。别怕，应该是网络原因，你做好个人防范，把门窗关紧，有动静直接报警。输入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我思考良久，尽可能让我冷静下来。叮咚，突兀的消息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无比刺耳，指尖微微发抖，很可能又是那个人发来的。我甚至不太敢看了。果然，点进去依然是一张照片，图中的场景不再是公交车，而是变成了一栋楼房，拍摄角度正对着单元大门，门玻璃上映现出一个模糊而黑暗的影子。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就是我所居住的单元楼。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嘿嘿，我来杀你了。”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扬言要杀了你，你会怎么办？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下一秒，他发来一句话：“嘿嘿，我来杀你了。”无法呼吸的我拼命抑制住狂跳的心，裹紧被子，僵直的坐在床上，眼睛紧盯着手机。黑色头像发来消息：“我在楼下了。”紧接着他又说：“我在电梯里了。”2分钟后，他发来新消息：“我在走廊里了。”寒意彻骨，我不禁开始发抖，心脏几乎蹦出胸腔。1分钟后，消息再次弹出：“我在门口了。”我猛地坐直，透过虚掩着的卧室门看向客厅，不远处就是防盗门，静静伫立在黑暗之中。在他之外正站着一个可怕的疯子。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而招惹上这种事，现在真是无比后悔。如果时间能回到2个小时前，我一定做一个温和有礼的短视频用户。敲门声骤然响起，我一个机灵强忍住恐惧走下床，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手心里沾满了凉汗，悄悄抵至门口。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向外望去，赫然看见门外站着个人，他低垂着头，五官藏在帽檐的阴影里，看不清脸。他穿了件全黑色的塑料雨衣，把主要的面部特征遮挡得严严实实。我盯着他，紧咬嘴唇，不敢大声呼气。这个要杀我的疯子，仅与我有一门之缘。急促震耳的敲门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猫眼里他越凑越近，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占据了整个猫眼，他直勾勾的与我隔着猫眼对视，似乎能看到我一样。我擦！我不小心惊呼出声，左手握紧菜刀，屏住呼吸，我用另一只手快速给安警官发了消息：“安警官，他来了，就站在门外。”“好的，我们马上到，千万不要开门。”奇怪的是，信息刚发完，敲门声戛然而止，夜晚重归于静。什么情况？他走了吗？我不敢放松，重新顺猫眼向外看去，那个身穿黑雨衣的人不见了。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空无一人。我吞了口唾沫，只感觉浑身冰凉，冷汗如瀑，盯着猫眼又直看了好一会儿，这才放下心来，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手指划拉着电话屏幕，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简直毛骨悚然。突然，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入眼帘：“我在你背后。”我大叫一声，挥刀就朝身后劈去，黑暗中刀刃劈了个空，什么都没砍到。赶紧点开灯，喘着粗气环顾整个客厅，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抹了把汗涔涔的额头，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手指都在哆嗦，吓死老子了！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那疯子进不来门，所以离开时特地发一条唬人的消息来吓我，真该死啊！手机又响了起来，是安警官发来的，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穿黑色雨衣，身上还有刀，我们在小区门口了，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太好了，心总算放下来了。缓了一会儿，我开门向楼下走去。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扬言要杀了你，你会怎么办？安警官发来消息说，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穿黑色雨衣，身上还有刀，我们在小区门口了，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太好了，心总算放下来了。缓了一会儿，开门准备下楼，在等电梯的时候，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呵呵，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我没太多在意，径直走进电梯，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走出楼道那一刻，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消息打了一半，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嘿嘿，你出来了。”心里咯噔一下，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时亮时灭，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怎么办？
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突然，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他就在楼道口，身穿黑色雨衣，头戴棒球帽，脸上遮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的心猛地一沉，感觉浑身冰凉，我啊一声叫了出来，只想尽快地甩掉他，使出全身力气奔逃。果不其然，他也立刻跟了上来，救命啊！救命啊！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呼喊地跑过去，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他把保安小哥杀了。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我得赶快拐出小区，然后一口气甩掉他，继续拔腿猛跑，根本不敢回头看。我大口喘着气，感觉肺要炸了，仍旧不敢停下，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回头望去，夜色浓重的街道下，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甩掉了吗？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跑什么？”我吓了一大跳，回头看，立刻松了一口气，是一名民警，应该是正在巡逻。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他消失了。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通过监控，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他叫郑杰，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消息也发不进来。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10月5号，自从小西部直播后，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真希望他能好起来。再看到他的笑容。10月8号，小西今天走了。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10月10号，小西，我决定为你报仇，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并且因为工作原因，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而在网络中，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藏在屏幕后，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即使不明真相，但总要推波助澜。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你相不相信？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我终于想起来了。那个被杀害的女人是我的姐姐，而杀她的凶手也成为了我的男友。李文被抓的那一刻，满脸的不可思议。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把我留在身边。那一夜雷雨交加，砰砰砰的敲门声敲醒了我，提醒着我来者不善。隔壁卧室的姐姐急匆匆跑来按住我：“小杰，你进去，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我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紧接而来就是杂乱的打斗声。我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隙，看见一个男人将姐姐死死按在地上，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姐姐身上。姐姐蜷缩在地上，痛苦地哀嚎，她的眼神朝我看来，嘴唇蠕动。多年在一起的习惯让我知道姐姐说的话：“杰儿躲好，千万别出来。”我吓傻了，脑子一片空白。再等我回过神来时，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他似乎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我看着姐姐身下全是血，泪流满面，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话，可来不及了，姐姐还是走了。我因为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子，陷入了无限恐惧、焦虑与自责当中。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我产生了心理问题。也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李文。对于我遭遇的事情，他说他理解我，姐姐肯定不会怨你，甚至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就是我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成了男女朋友。我与李文感情越来越好，短短1年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想李文现在一定很后悔，明明知道我看见他杀了人，还是把我留在身边。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在监视我呢？他那么频繁的出差，真的是出差吗？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不知道他半夜用陌生的号码给我发骚扰信息，不知道他在我吃的饭菜里放了可以使人置换的药物。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神志恍惚，被迫害妄想症，记忆总会产生错乱。最严重的时候，梦里梦外都分不清楚，甚至有几次还在夜里报警。我背着李文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医生一次次的疏导以及药物治疗。我在今天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李文知道我心里脆弱到不堪一击，却一次次的试探我。深夜回家与我玩躲猫猫的游戏，吓得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可他直接杀了我，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但事实是李文爱上了我，爱我又提防我，怕我知道姐姐是他杀死的，所以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疯子，因为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他的爱就是这样自私偏执，极端且充满控制欲与占有欲。本来他已经快成功了，可他低估了我对姐姐的感情。从小我与姐姐相依为命，我是在他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所以在我偷偷去做心理辅导之后，在看到姐姐死去的时候，我彻底清醒了过来。只有我知道我的姐姐是什么样子的人，她是个坚强且善良的姑娘，在父母身亡之后，一直都是姐姐在城里打工供我读书，把我保护得很好，哪怕是交了男友都没有提起过我。她与李文白手起家，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之后，李文就瞧不上从农村出来的姐姐，于是一直想甩开她。因为意见开始不合，他多次对姐姐进行殴打。姐姐本意是不希望男友与她一起负担我，但正因此，当时在家的我逃过一劫，而这个恶魔终于受到了惩罚。我也为死去的姐姐复了仇。全剧终。你以后洗澡注意点，把门窗都关好。我刚从浴室出来，正用毛巾擦头发，就收到了同事发过来的消息，以及一张照片。什么玩意儿？没头没尾的，什么意思？对方很快就回复了，只有一句话：你们那层楼有变态。我更疑惑了，这才点开那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放大了2倍之后，才分辨出图片里那是个人扒在我宿舍的浴室窗户上，果真有变态。这谁拍的？什么时候
2条消息发出去，石沉大海。我没了耐心，索性一个电话拨过去，同事很快接起来，但却压着嗓子说话：“喂，我宿舍有人没看见你的消息，我开门见山，你那照片哪来的？”“那个呀，别人发给我的，就刚才我认出是你那屋，想着提醒你一声，你没事吧？”“能有什么事？老子一个男的也是。”同事沉默了一会，才接着说：“不过我是真没想到，这年头连男的都不安全了，你要小心啊。”电话挂断，我又把那张照片看了好几遍，虽然画质渣，但依旧能看出是一个男人，就站在阳台边缘，探头往浴室窗户里看，可不就是在偷窥？南方到了晚上，天气依旧闷热，所以我洗完澡只穿了条短裤，但现在却觉得一阵恶寒，这都什么事？哪个狗日的敢扒人窗户？别叫老子抓住！我把图片放大，可拍的实在模糊，又是个背影，根本分辨不出画面里的人是谁。除了一肚子火气之外，什么也没发现。我随手找了件短袖套上，完事还是觉得不舒服，又翻出一条长裤换了，烦躁的往床上一躺，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件事，只能打开手机看球赛。本想转移注意力，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半个月前才入职，当时因为宿舍分配出问题，还住了3天酒店，是物业管理那头出的错，把206和602的钥匙弄混了。原本该住在2楼的女同事错拿了我的钥匙，那姑娘比我早到1周。叫王希，她拿了钥匙之后问都没问，发现2楼206房门打不开，就直接循着钥匙上的编号，提着行李上了6楼，还是等我到公司入职去找物业，这才知道闹了乌龙。可公司那边的登记不好更改，水电费结算都跟工资卡绑着，重新修改太麻烦，最好我俩之间调换。我看他一个人不方便，就主动帮他搬家，从6楼换到2楼，一来二去也熟了起来。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我俩换了房间，可那个偷窥的人却不知道？他跟往常一样听到水声过来扒浴室窗户，却没想到里面换了人。毕竟他那熟络的姿势，恐怕也不是第一次。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真是个人渣！没想到公司宿舍还住着这种人。我拿起手机，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王希，可转念想想又怕吓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正纠结着，电话响了，我看到来电提示，却是一愣，是王希打来的。他难道知道了什么？我犹豫着接起电话，喂。对面的人立刻出声：“李平，我也不想麻烦你，但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刚刚有人在敲我的门，特别大声，我不敢开门。”他声音发抖，带了哭腔。我皱眉，立刻联想了到那个动作猥琐的偷窥男。你别开门，就在房间里等着。我这就下楼，也来不及换衣服，踩着拖鞋就出了门，用最快的速度往2楼跑。声控灯亮了一路，可拐进2楼楼道之后，却发现根本没人。206门口也空空如也，难道是走了？我怕敲门声吓到王希，索性打电话叫他开门。喂，他压着嗓子跟我说话，小心翼翼。我放缓语气，安抚道：“我在你门外了，没有人，你别担心，估计是谁走错了。”可我话还没说完，低头却发现地上有东西，像是一张纸，被顺着门缝塞进屋里头，只有边角露在外面。我预感不好，没继续说下去。你先开门。好，我过来了。电话挂断之后，206的门从里面被推开，王希穿着睡衣，头发胡乱披着，眼眶发红，模样有些狼狈。看样他是睡着之后被吵醒的，估计吓得不轻。他没敢走出门，畏缩的往楼道两边看，发现确实没人之后，这才松了口气。哑着嗓子：“谢谢啊，麻烦你了。”我摇头表示不客气，蹲下身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是一张被折起来的白纸。他看到之后也一愣：“这是什么？不是你的？”他摇头：“不是，是不是风吹进来的？这几天风大。”我没说话，低头展开了手上的纸条，发现最里边那一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妹妹搬家了呀。”我面上一沉，这还真不是风吹的。王希好奇纸上写了什么，要接过去看。我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避开他的动作。他半夜被人敲门，已经吓得够呛，要是再看到纸条上的内容，恐怕更难接受。没什么，小广告。他狐疑的打量我，明显不信。宿舍楼道里会有小广告？你是不是在骗我？我不擅长撒谎，索性转移话题。不管怎么说，你这房间不太安全，今晚要不先跟其他女同事挤挤。他盯着我半天才说话：“李平，你别瞒着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心里才有底，才能有所防范，否则更容易胡思乱想。”我一时语塞，但他说的对，作为当事人，他有权知道情况。我叹了口气，把纸条递到他手里，还有我洗完澡之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也找出来给他看。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主要是怕你被吓到。浴室、爬窗、威胁信，这些线索足以勾勒出一个躲在暗处偷窥的猥琐形象。他翻完聊天记录，把手机还给我，哑着嗓子说：“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转发给我一份？”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要怎么做？当然是抓到他。这个人敢这样，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不能就这么放着。因为颤抖，他说话都磕磕巴巴的，但我听懂了。6楼不算高层，但也在半空，一旦摔下去，就算不死也会残废。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这人就敢冒着这样的风险扒窗偷窥，说明他的猥琐变态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王希死死攥着那张纸条，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叹了口气，劝说：“你先别怕，肯定能抓到那个人，别太担心。”可这不是废话吗？发生这种事，她一个女孩怎么能不怕？我收了声，盯着照片里那个猥琐的背影，攒了满肚子脏话。电话忽然响了，